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财富大转移之中哈。那预计从现在开始呢，往后的20年，大概是有84万亿美元的财富即将在美国社会中进行转移。这个财富结构重整的过程，其实在上一次08年那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大家过分的去关注这个房地产和股市了，所以很少有人真的去看到这一场由人口结构引发的社会财富的转移啊。不过这次确实是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窗口期确实稍微大了一些，因为它不是由这个经济体系而引发的嘛，它是由这种不可抗力，就是人类的这个寿命它不能永久活下去吧，由于这个而导致的。那所以整体来说，这个窗口期就稍微长一些，门槛其实也低一些。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被称作是银色海啸的社会财富重整这个呢其实也是不可逆的。那对于美国这种长期鼓励创业的国家其实对于年轻这一代，这一次呢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机会。简单来说，就是说美国呢有1半以上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企业其实是面临着没有人接盘的局面的。这个呢就也导致了这个企业在估值的时候，这个价格逐渐下降。A really rich guy, I can't remember the guy's name, was doing investor meeting for a company that was coming out of the East Coast. It was a company that eventually became what's called Facebook. This was before they IPO'd, and they were selling off their employee stock. And this is w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about those kind of investments. As it gets closer and closer to IPO, some of the employees will sell off their stock so they can have more money to do stuff. 这位呢是 Eric， 他在私人市场里面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行业前辈了我经常上他们家蹭吃蹭喝，然后这回我还带着狗子一块去，我现在就在去他们家蹭吃蹭喝的路上。狗子，I didn't invest, so oh no. At the time, to be fair, it was a dating site. It was actually a dating site for college. I couldn't even get on it. I couldn't. I tried. I tried to get on there. Like, you need a college email address. I'm like, I'm done. Like, you're not in college and you're not in a dating pool, so. Yeah, I just wanted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and I couldn't even get on it. So I wasn't impressed, to be honest. Good job, Zuckerberg. You got it past where I could see it. 这个呢是我前一阵子跟他一块录的一个访谈，然后我们就大概聊了一下，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看到的一些市场里面的变化，然后就是他经历过的一些金融危机前前后后吧，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性的事件，再就是他自己还有一些他身边接触到的一些手里面管着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怎么样看待财富和投资的。这一期我会尽快的发出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频道的话，我是 Joy， 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频道。那这个频道主要就是分享一些我作为在美国的这个私人股权项目的合伙人，我所感兴趣的，然后还有一些能够公开分享的一些投资金融还有一些经济相关的话题。那有的时候就也会请一些同行或者前辈来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和看法。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些采访和影片。如果你对美国的私人市场很感兴趣的话呢，你也欢迎加入到我的这个邮件列表里面。加入到我邮件列表里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其实发这个邮件发的也不是很密集，但如果赶上有些行业的新情况，就我也会发一下。因为确实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适合做成影片嘛。这些文字稿也在这个描述栏里面，大家想看的喜欢读的就可以去看。在私人市场里面做企业估值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叫做 multiplier。那这个 multiplier 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乘数。如果在股市里面呢，这东西就约等于叫做 PE ratio 嘛，这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市盈率。在私人市场里面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个产业，它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 multiplier 不同的乘数，但是在同一个行业里面同一个产业里面，它的这个 multiplier 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咱们用科技行业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科技行业里面有一些它技术壁垒它就比较高。咱们打个比方，就说英伟达，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就比较高，那它的这个乘数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可能没有那么高，就是开发能力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公司呢，它的这个乘数 multiplier 就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它并不是说定死的。如果大家在网上查的话，能够查到有一些不同的行业的这个标准的 multiplier 大概都是什么，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参照，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然后在2008年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说出现了经济危机，但这个是表面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的这个企业估值就慢慢的就开始降低了。所以在2008年之后，你就会看见很多的企业在卖的时候呢，它明明可以说，比如说卖到500万美元，那它卖不了那么高了。很多的企业呢，就只能比如说300万就卖出去。那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除了它自己的这个企业本身运营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外呢，就是这个 multiplier 整体都下降了，这个乘数整体都下降了。如果说咱们拿这个苹果举个例子的话，咱们就拿正常普通人生活里面的一些东西来举例子。那如果我们拿苹果来举例子咱们就说这一个苹果它是一家公司，虽然说它确实也是一家公司，但是就是如果拿苹果来举例子的话呢，经济好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之前，那那个苹果可能5块钱一斤，那在2008年之后呢，这个苹果可能就变成3块钱一斤了。那这个就是5块钱和3块钱这两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乘数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可能很多人说，哎，这不是一个 supply demand， 就是一个供需关系的问题吗？为什么跟乘数有关系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这2008年之后呢，它看起来表面上它是一个由经济引发，比如说放贷放的太多了，乱放贷引发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现象，但是其实它背后藏得更深的是一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可能有一些企业的估值整体就下降，而且很难回得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资产在世代之间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老龄化导致的集中资产退出的这么一个时期。这个机会到底在哪儿？我很快会提到。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给这个美国的人口结构做一个画像。咱们直接上数据哈。从2011年开始二战之后出生的这个婴儿潮这一代人就逐渐进入了65岁这大关。到2030年为止每一年都会有好几百万的美国人步入退休的这个年龄，而且这场被称为银色海啸的人口结构变化正在加速。那在2030年的时候呢，在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会超过18岁以下的人口数量。2022年的时候呢，6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就已经达到5800万了，占总人口比例的17%。那到了2050年的时候，那这个数字预计就更加夸张了，差不多有8200万人是占总人口的23%，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这个10年里面，美国将要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个高龄的人口结构。那这部分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是资产的拥有者，尤其是在小型企业这领域。那当下呢，全美有40%的小企业是由婴儿潮这一代拥有的。那换句话说，几乎是每2个小企业里面就有一家，其实他老板呢已经是进入或者是即将进入这个退休年龄了。这些企业主呢有不少是过去几十年白手起家的创业者，那他们可能就是从车库里面，比如说做维修做清洁做餐饮。车库里面倒是不太能做餐饮，但是可以做5金零售。那有很多企业呢，其实已经发展到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甚至还有一些忠实的客户群，还有一些呢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区域性的垄断位置。现在在美国呢，其实只有不到1/3的企业主是制定了这个接班或者出售的这个安排的，47%的65岁以上的企业主呢，其实是完全没有传承计划的。There were going to be more companies for sale than there had ever been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Baby boomers were going to start hitting 65 or retirement age at 10,000 and 20,000 and 30,000 and 40,000, just huge numbers a day. Peopl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retirement age. And that generation was, can I say, brainwashed into believing that they had to retire at 65. Even though they were business owners, they were ready to go play golf and live in a community in Boca Raton, Florida. That's the kind of thinking they had, right? What really should happen is like entrepreneurs don't retire. Yeah, Until I the last don't day of their understand. life. I I really don't don't think. understand thinking, but I got tired of trying to convince them to stay in business. So I was like, okay, Right. I'll take your business. Well, it's a good thing for you. It's a good thing for you. I decided I'd go ahead and make it an advantage, right? So, Right. but anyway, so 2008 happens. We think we're going to lose banking. It's going to go away. That's what System, you mean. the Yeah. whole system was going to go away. Everyone was like, what in the world was going on? Banks were shutting down at hundreds a month. It Right. was just crazy. And then they were propping up the big ones who were the biggest problem in the whole deal, right? So we were like, this is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then prior to 2011, I already knew that I was looking at the date in November of 2011. That's when baby boomers were going to start hitting 65 at 10,000 plus people a day.
But then 2008 happened, and that just changed everything. It brought everything forward. All of a sudden, baby boomers were selling their assets and firing their employees and shutting down their businesses in huge numbers. And it got really big. November 2011 is when they started hitting at huge numbers. And by May, 6 months later, May 2012, we had the largest uptick in unemployment we ever ha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to that point. And it was because baby boomers were selling their assets and firing their employees. And so it was really happening. It was hitting. And the problem is there's this huge supply of companies for sale and a really low accurate demand. Like there was a demand, there was a bunch of people who wanted to buy companies. They just didn't have any money. And back then the SBA didn't have any programs to help them. And it was hard to get money. So there was a bunch of people who were pretending to be buyers, and they were going out, and auctions on companies were happening, and people were trying to buy these companies. They'd lock it up and then they'd do like a real estate deal. They'd lock it up and then go try to find the finance. And it wasn't happening. Sellers were just going through round after round after round of failed sales. The banking wasn't working, of course. No, they can't get any kind of money to. Their balance sheets were upside down. They were Right. going through stress tests. They're There's not going no to way be a able to bank's lend. gonna- Yeah. Yeah, and then everybody who had free cash lost it in the crisis and in the downfall in the market, right? So all the free cash was gone. So the people who could do it, was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ho could do it. Like we were in a place where we could do it, right? 那我们可以简单算笔账哈，美国呢是大概有3400万家小企业，那所谓的这个小企业的定义哈，就少于500个人员工的啊，就都叫小企业，其中有40%是婴儿潮这一代拥有的嘛，那也就是说1360万家。那如果说其中只有1/3是有明确退出计划的话，那大概就有900万家企业是有这个资金撤出的需求的。那很多企业主他不是因为这个经营不善哈而选择出售，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那这里面主要哈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由于自己手里面的一些现有的资源，那不管是说资金的资源呢，还是说人脉资源呢，或者是说还有一些管理能力的问题，导致这个企业做到了某一个程度，就触到了一个玻璃天花板，很难再继续增长。那所以就需要注入一些新的资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期关注的重点，就是说美国呢目前的这些企业主年龄有点太大了，那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很多。那还有就是当时创业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如果自己岁数大了以后，或者是说自己出现了一些家庭啊，或者是说健康的问题的时候，那之后这企业要怎么办呢？那他们这时候就面临2个选择，要不然呢就卖掉，要不然呢就直接把这个企业给关掉。那当然卖掉是一更好的选择嘛。那这个就造成了一个供需结构的变化哈。那供给端由于呢非常现实的这个人口结构的原因，有大量的优质的企业正在挂牌出售。那需求端没有合适的人接班，私人市场呢又是一个一直以来它信息茧房都很厚的这么一个领域很多人呢其实没有那个信息渠道，也没有那个资源，也没有那个知识储备，就去建立这么一套思维体系去支持它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所以说这个需求端增长就很慢。那这么说的话，买方市场就逐渐形成了。这个结构性的不平等就使得很多原本估值很高的一些企业在实际出售中它不得不打折出售，为具备这些知识储备和这个资金的一些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获取优质低价资产的这么一个窗口。那如果说2008年是一场由于这个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贱卖，那么在同一个时期其实正在发生的，在私人市场里面正在发生的就是一场更深层的，一场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由人口结构决定的这个主动的财富转移。私人市场和公开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私人市场里面这个企业的估值浮动不会很大，因为交易速度很慢嘛，不会每天都有人去估这个企业的估值。那一个企业总不能天天卖来卖去吧，那不像在这个二级市场的股票那交易量那么大，那竞争强度呢是私人市场肯定是要比公开市场差太多了。所以说呢，实际现在在私人市场里面这个项目的估值和成数跟竞争激烈的程度跟公开市场里面相比呢，基本上是相反的这么一个景象。说到公开市场我也是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多观众都有的一个盲区，
那在公开市场里面哈，这些上市的这些公司，其实很多呢是在私人市场里面是有交易的，而且他们会专门建立这么一个方式去给私人的市场里面这些投资人去投资。那我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通过这个私人股权交易的方式注资给了一家上市的控股公司。那不过哈，这个具体的架构我就不太方便公开说了。那另外呢，这个部分的内容确实是也有点太干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做成影片。那大家要是好奇的话呢，可以就加到我邮件列表里面。那偶尔我会给大家发一些不太方便公开播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种东西叫做控股公司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公司里面装着它收购进来的其他的一些小公司嘛。那这些控股公司肯定不会像普通人一样在二级市场里面扫货吧？那它的收购方式其实八九不离十，就是私人市场嘛。那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说，巴菲特那个 Berkshire Hathaway 其实不就是一个控股公司嘛？那当年在注资迪士尼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通过私人市场里面这个交易方式去做的这么一个交易，然后只不过数据呢是反映到了这个公开市场里面。之前我也做过影片提过这个事儿哈，但是我在这里面其实想说一个比较实在的话。那看到这儿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也去贷款，然后买这么一个公司，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自己运营，然后躺着赚钱呢？怎么说呢？它也不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但首先你要想清楚，就你想要做的是运营人还是投资人？因为如果你想要做投资人的话，那就说明你其实是尽量想少参与这些鸡毛蒜皮这种日常的运营事务的。那你对这个项目的贡献其实就是在于资金嘛。但是那很多比较小一些的企业哈，就尤其是这种年营收在500万美元以下的这些企业，笼统一点来说呢，如果你去买的话，基本上你就不是再去搞投资的，大概率就是给自己买了份活，买了份工作。因为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这规模的公司其实不太有这个人力资源哈，去让这个企业主可以躺着赚钱。所以说，如果呢你不是说非常非常专业的那种企业运营人，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手把手的运营这些细节的话呢，那么尽量呢就不要去贷款买这种营收在500万美元以下的这种小企业。其实投资人里面常见的是有2种维度上的心态，就是一个呢就是把投资的重点放在思考怎么赚钱这件事上，这个经常就会变成自己花钱给自己找了份额外的工作，不是说不行，你有精力的话也行。另外一种就是去拥有一个长期可以不断生产产品和服务，然后让别人操作这个生产的机器，给自己获益的这么一个思路。那这个实际上就非常符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由于人口结构导致财富转移的这个浪潮。这2种心态就有点像二级市场这个交易员和巴菲特的区别。I'll have a sausage McMuffin with egg and cheese. 当然这个里面我没有说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就每个人的经历和人生的这个选择，其实这个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二级市场交易员那也有收益率比巴菲特高的呀，但是巴菲特他确实也是一般来讲比交易员活的时间长一些，这确实也不太好反驳，因为这个现实摆在那儿呢。那这一期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喝口啤酒，要不然老说错。Supply demand demand 中文叫啥？供需关系啊，供需关系，想不起来。小狗狗也太可爱了，狗狗笑一个。